殿下，快点，快点！娘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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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鞋子穿上！娘娘，娘娘，娘娘，娘娘！接点水，快跟上！快，水呢？水啊！动作快点，还没来！救我！都跟上！让开！这边，这儿来了。这边，太子殿下，没事吧？啊，快点！没事。师兄，来，快，我跟上。是，动作快点。查清楚。是。徐大哥，到底出什么事了？还不清楚，有可能是意外失火，还好发现的及时，火势不大，没有蔓延，已经救下去了。太子殿下怎么样？在皇后的西配殿。三更半夜的，你怎么进来的？先帝赐给父王可以不经传报随时入宫的，可他老人家一直没有用过，元氏一定受到了惊吓，我过去看看他。还看什么太子？你知不知道这块金牌，老王爷为什么一直不用？先帝的恩赐固然是至高的荣耀，但那也仅仅是荣耀而已。像这种可以不经传榜、不经允准，于夙夜之中直入宫禁的东西，不能真的用啊！我又没有随意使用。既然宫里响了报警金钟，我长陵府岂能坐视不管啊？要是你大哥在，他绝对不会这么贸然行事的。趁着没几个人看见你，赶紧出去吧。你要是担心太子的安危，明日进宫请安便是。快走，快走啊！快点，快！东宫重地，怎么会出这样的事情？来来来，你们快给本宫说清楚！回娘娘，臣等正在严查，尚无结论，大约是当值宫女困倦大意，以致不慎走水。困倦大意，来人！娘娘，凡是今夜值守的，一律杖杀。娘娘，怕是也得堪分罪责呀。东宫遇险，所事之人罪无可赦，就按本宫的意思去办。事后不必禀告太子。是。平京拜见陛下。平京，你过来点儿，过来说话。谢陛下。你去看过元石了？是。殿下还是很有胆识的。昨天晚上受到惊吓，今早晨去看他的时候，他就已经恢复了不少了。那就好。不过，怎么了？守护太子疏时，东宫臣属自当有责。但当夜2班，殿内值守共37人，全数处死，是不是有些太严苛了？全数处死？是皇后。皇后娘娘关爱太子，一时急怒，倒也可以理解。朕知道了，朕会派人去劝阻皇后的。2位客官，里边请的是告辞学院的陈老。东宫还需要些时日修缮，若以禁军安防计划，微臣以为
将太子殿下前往太清宫暂居最为合适。本宫相信你的安排，那就太清宫吧。娘娘，陛下传来口谕，昨夜东宫当值人等请娘娘着内廷司勘问罪责，依律处置。如何管束内廷使役人等，陛下从来都是交托给本宫，未曾插手询问过。这是谁又在陛下面前嚼舌头了？奴婢这就去打听。不必了，是微臣向陛下求的信。你，微臣以为，太子殿下性情温厚，想必不愿意看到娘娘为他如此动怒。启禀娘娘，濮阳上师求见。知道了。是。娘娘若无其他吩咐，微臣先行告退。娘娘，大事不好！上师素来稳重，这是怎么了？臣连观数月星象，早见异端，只是事关重大，不敢轻下定论。今日得白神所赐言，方才确认无疑。什么东西确认无疑？太子恐有大难。你讲。娘娘细想，东宫值守如此严整，昨夜竟然意外失火，这便是大凶的先兆。自卫星芒受将星入侵已久，数月前便有金土合崩。别讲这些听不懂的。白神究竟如何赐言？你直接说啊！龙脉将断，太子恐有性命之忧。放肆！你竟敢如此诅咒太子！我以为你有上师之尊，本宫就不敢杀你。娘娘息怒，待臣把话说完。既然臣可以窥得异象，证明上天自有垂怜之意。垂怜之意？你的意思是，太子虽然有劫，但却可解？正是。殿下此劫乃是将星逼宫所致，不合天道，故而定会留有生门。生门在何处？微臣可以施法，祈求白神降福，将太子的凶邪移向他处，由他人代受。不过，不过什么？不过东宫之尊，自有天下之重，若以普通平民的性命生计，至少要千百余人。
在谋划些什么？娘娘心里清楚，方才微臣所提的渡劫之法，若是被陛下知晓了，恐怕明日臣就要被拖出宫城，以要挟之名施以火刑。臣愿意冒着性命危险前来禀告。娘娘如此优柔寡断，莫非是不信任臣？上师能窥天意，从没断错过什么。本宫自然是愿意相信你，只是什么？只是正如你所言，陛下他是不会相信的。且莫说他，就连本宫自己的兄长，陛下失了太子，还有2皇子、3皇子，但是娘娘，您呢？此事要想做的隐秘并不容易，臣为娘娘考虑过。此次陛下去蔚山守斋，便是最好的时机。娘娘，一旦时机错过了，便再无机会。皇儿，我的皇儿。娘娘，时日不多，请娘娘即刻做出决定，臣是否可以为太子立坛，转移凶结？小侯爷，您最近不是整天练功，就是一个人悄悄出府，您不会是卷进什么事情里去了吧？太叔，我现在还没有资格卷进任何事，我只是还没做好一个决定。什么决定啊？决定将来究竟要站在哪一边。我知道我自己的选择并不多，可就算是当别人的棋子，我也希望这落子之人更为可靠。我可不想把前程交到一个疯子手里。经多方踏勘，京西赤霞镇应该最为合适。此镇人口逾千，多以贩卖石雕为业，整个镇子依山而建，地势封闭，很容易进行管制。关键是离金陵城够近。不过大人，就算整个计划能够顺利进行，最终也会查到长孙大人您的身上。这以后，恐怕您就很难在京城公开立足了。那又怎样？你我来这金陵城中，又不是为了谋一份锦绣前程，不是要让仇人们也尝一尝当年我们受过的苦吗？是。妹妹要时不时来陪我聊聊天啊，不然我真的会闷出病的。倒是很少见二公子能这么静得下心来。是啊，他自己说，平时不是有意要给父兄添乱，但也时不时的会做错一些事情，
若不好生体会一下他大哥是怎么处事的，将来也怕帮不上什么忙，所以正勤加研读呢。我一直以为二公子喜欢江湖逍遥，素来无意朝堂。他若无意，别人也强求不来。可他要是有心的话，他大哥一定会很高兴的。不知道平章和父王走到哪里了？算行程，应该到了元州。接下来就该分道了。原来你一直能听到我们说话，为什么不早说？你到底懂不懂骑马的礼数啊？我一直在这看书，是你们刚过来的好不好？再说了，你又不是在向大嫂倾诉对我的仰慕，有什么我不能听的？不得无礼，小心我揍你啊！好了，真生气了？我就开个玩笑，你以前也没在意过呀。真的，我之前总跟他这么开玩笑，他从来没理过我的。你是不是傻子？也不知道今天是怎么了。小侯爷，哼，小侯爷若是想知道什么，为什么不来直接问我呢？小侯爷被莫兹侯调教之后，身手武功大有长进，跟了我的人这么久，他们居然都没有发现你。你是如何知道我在这儿的？在下懂得卜算呢。不必装神弄鬼的，你那些西域传来的小把戏，骗得了别人，骗不了我。口渴了吧？在下请小侯爷喝杯茶。小侯爷胸中的心思不停摇摆，倒让我有些担忧。你真的以为长林王府可以给你施展抱负的机会吗？如果我真的这么想过，上师又能怎样？算算时日，老王爷和世子出京，这个时候应该走到元州了。元州。过了元州，孩儿就要跟父王分道而行了。是我吩咐在这稍后半日，倒不是因为分道而行。这元州有一个地方，我想带你去看看。莱阳侯府衰败至此，小侯爷孤苦一人，无依无靠。究其根源，都是因为令尊当年案发。小侯爷就真的一点儿都不怨恨萧平章的父亲吗？上师舌利如刀，每每说出话来，总能捅进人的心里。只可惜我萧元启不是家母那样的深宅妇人。偏听偏信，有你摆布。看看我现在的境遇，若说心中无恨，那自然是假；但若因为长林王奉旨清理家父当年的案子，就非要说他是我的杀父仇人，
上师自己不觉得有些勉强吗？夏侯爷误会了，我所指的萧平章的父亲，并不是长林王。陆远啊，来看你来了。这就是他。琅琊阁给你的那个锦囊里，不可能告诉你太多的细节，对不对？你还记得我给你讲过当年被先帝收养的故事吧？当然记得。父王的出身原本是叶幽亭的罪奴，当时有位高人需要几个小孩子修习剑阵，与北燕人比试。父王有幸被选中，立功以后方才由先帝收养的。难道这件事也与他有关吗？当年的叶幽亭里有上百个小罪奴，先生只要了3个人。你父亲是其中最年长的那一个。陆远，你比他们都大，一会儿要好好照顾他们。先生放心，我会照顾他们的。我们3个人一起进了先帝的王府，后来又一起选择了从军。当年长林军出界，这北境沙场上，我们兄弟一起爬冰卧雪，跃马杀敌，彼此救过对方多少次性命，根本数都数不清。论起在长林军的战功，你父亲一点都不逊色于我。那他又是什么时候开始改变的呢？长林军左营大将军陆源，先帝亲封3品侯，甘冕2到11州的军务都由他一手掌管，而令尊莱阳王的采邑封地就正好在这11州之内。你是想说他们2个？大梁制度军政分离，若是没有这位大将军的合作参与，令尊怎么可能会犯下这么大的事儿？荣华富贵、尊荣权柄，常常可以让人忘记初衷，忘记本心。我记得先生临终时曾告诫我，
无论将来如何权高位重，千万不可迷失。平章，你知道这是什么道理吗？因为他没有止境。对，贪欲是无穷无尽的。不管自己得到了多少，总觉得还应该得到更多。我常常警醒自己，莫因先帝严厉而怨愤，也莫因陛下宽厚而放纵。时至今日，我自认我守住了对先生的诺言。可是，我没有想到自己的生死兄弟，在不知不觉之间，渐渐地坠向了深渊。可是他后悔了，他终究不是一个坏人，对不对？一时的贪欲和软弱，抹去了他征战10年的功勋，但是人心最后的良知和底线，却没那么容易抹去。在关键的时刻，是他救下了莱阳王想要灭口的17个人证，也是他为了保全政务，写下了自首的供书，派人交到了我的手上。像陆源这样的人，终究不会成功，因为他既有贪欲，又不够狠辣，总是放不下那根本不值一提的所谓的情义。情义，他就和你现在一样，总以为自己选定的路还可以回头，做过的事情还可以弥补，但事实证明，终究是害人害己。陆源就是那个举报人。谁都知道军中贪腐是先帝的大忌，更何况是长林军内呢？凡是涉及其中的人，哪一个不是百般谨慎、小心翼翼？若是没有陆源的反水和举报，令尊一个嫡出的皇子，怎么可能会被人拿了铁证判了死罪？那他后来呢？知道自己没有活路了，在萧庭生赶来的路上，就携夫人自尽了。以前在战场上，每当我做出了错误的决定，都是你父亲及时察觉，替我更正。但是当他走错路的时候，我却没能及时察觉。那一年，你只有5岁。孩子，去吧。夫人，从今天开始，他就是我们家的长子。
他曾经做过这样的错事，父王为何还要坚持立我为长林府的世子？你在我身边长大，我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孩子。曾经有一个人说过，长林风骨的承袭和延续，并不仅仅是在血脉之间。平章，你从来都没有让我失望过。以后也不会。父王。萧庭生只是先帝的养子，如今都能有这般声势。而令尊可是先太后的嫡出之子，皇帝的胞弟。若是没有萧庭生坏事儿，小侯爷和你母亲能落到今天这般田地吗？所以，你若是与长林王府的人假意交好，那是小侯爷聪明。但你若是从此就想听从萧平章的摆布，恐怕莱阳王泉下有知，也是不得安宁。平京，原来你在这儿啊！我还想找你比试比试呢。你在干嘛？大哥留下的题目，让我根据当前北境的战况，分析父王接下来会如何调整各营兵防。你大哥都走了1个月了。大嫂，你要这么想，还有不到20天，大哥就能回来了。还真是。下去吧。是。你前2天不是把林姑娘惹生气了吗？有没有主动道歉啊？去过2次，她都说病患太多忙不过来，不搭理我。才2次啊！大嫂，我很多功课要做的。这样，我呢多做些点心，你抽空给她送过去。谢大嫂。你忙吧。先帝逢九民寿将至，按照惯例，正要跟宗室近亲去蔚山皇陵守斋1月，太子就随着一起去吧。那夜东宫失火，太子受了惊吓，现在都整夜噩梦不停。御医说，恐怕不宜远行。那既然如此，就让他留在京城吧。蔚山有皇家羽林营护卫，朕把飞斩给太子留下来。臣妾必定尽心照管后宫，请陛下放心。
赤霞镇只要连续发现7个病例，就会立即上报京兆尹府。放心吧，这一层上师早就虑到了。在官府还有能力控制一切以前，他是不会让人知道赤霞镇出了这样的事情。师傅，赤霞镇3处水源都已投下引发疫病之物，大约数日之后，就会出现明显的病例了。萧元启还在跟踪无量吗？他们经师傅提醒，特意留心过，说是没有。他想说什么？师傅对这位小侯爷，倒是格外宽容。萧元启聪明多疑，有头脑，又懂得隐忍，远比其他人更加危险。师父在他身上下功夫，那是因为他将成为将来师父埋在大梁皇室的一根毒刺。徒儿不用妒忌他，师父有一天是要死的，但只要他还活着，这金陵城就休享安宁。铁甲罗裙银枪盘白手如霜，愿是天涯，携手再无思量，烈酒当饮今生。换郎儿归来战北方，寸心春雪万长江，论豪气何曾远北凉，尽凭世界香。两公堂一无双，看天道何时不由望。今曾云凭雪浪，夕夜到杀心忙。心存雪万长江，论豪气何曾远北凉，尽凭世界香。两公堂一无双，看天道何时不由望。今曾雨凭雪浪，夕夜到杀心忙。换郎儿归来战北方，寸心春雪万长江，论豪气何曾远北凉，尽凭世界香。愿天下从此